欢迎收看《寰宇全世界》，带您走进全世界。全球各地的观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平安，我是何荣。两岸大事国际焦点深度剖析，打开视野。透过 YouTube 收看朋友，请您帮我们按赞、订阅、加分享，动动手开启小铃铛。也欢迎您告诉我们在哪个城市打卡收看。当然，欢迎大家多多的表达您的看法。好，马上来欢迎今天的3位来宾。首先是淡江大学战略研究所教授黄介正老师，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另外，国安战略专家陈文佳老师，何荣好，大家好。还有中华战略学会资深研究员张吉大哥。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好，首先跟3位老师带着大家一起来看的就是，我们都知道这个礼拜的重头戏啊，就是川普，美国总统川普呢，他心心念念想得到的诺贝尔和平奖，最后呢跟这个奖项失之交臂，他没得奖啊。白宫还因此发了声明，认为这个诺贝尔和平奖太过政治化了。但是呢，不得不说，在川普的斡旋之下，确实在中东的局势看到了有进展。这个加萨停火协议呢，在10月10号正式生效，以色列部队将会按照协议撤到双方讲好的部署线。那么哈马斯呢，也同意川普所提出的第一阶段加萨和平计划，在10月13号开始就会释放人质，而且释放所有的人质。埃及总统塞西表示呢，将会邀请川普出席第一阶段停火协议的签署仪式，而川普呢预计会访问以色列，在以色列国会也会发表演说。另外呢，目前流亡在外的哈马斯政治局主席哈雅则是发表了电视演说，他宣布战争完全而且彻底结束了，开始要永久停火了。听到这边大家都觉得曙光出现了，但是不得不加个问号，因为到底这个停火能停多久？还有什么样的变数有可能会让局面突然又直转直下？老师，其实这次所谓的停火协议，基本上是因为各方的压力，包括各方的内部的政治局势的考量，包括以色列内部国会的各个不同政党的势力，是啊，还有内阁的组成。另外一个就是双方在战争的消耗上面确实耗费很大，那么以色列在相当几个月以来，以色列很多地方需要国外不断的援助啊，就是你原有自己拥有的资源已经耗费得很大。那么现代战争的特色就是如此。另外一个就是国际社会的压力也都存在，所以我们应该可以说是好几方的压力放在一起。那当然我们也不否认啦，虽然没有拿到和平奖啊，但是川普总统的积极斡旋啊，中东特使所运用的各种技巧，也使得纳坦雅胡以色列的总理觉得说现在可能是一个时机啊。其实这个和平协议或者是停火来的时机点，其实在半个月以前并不是那么稳妥。对，那么现在来的以后会支撑多久啊？可以停多久？我刚刚讲了，在各方不得已的情况之下啊，必须要做某种程度的妥协。既然是各方都有做出某种程度的妥协，在执行面上稍微有任何的变动或偏差，都有很可能使得这个原来剑拔弩张的这种气氛再回来。而且卡达被炸，真的算是最后一根稻草嘛，就是促成所有大家必须要回到这个谈判上，然后呢协调，我们就按照协议，照着川普的计划去走，是吗？对，因为这个目前为止也没有一个更能够使各方通通都觉得说可以另外参考的第二个副本副案。对，所以那就是先走走看。我觉得我个人并不特别看好啊，但是以色列最后48名人质的归还啊，在加萨地区这个动乱2周年以后，如果能够暂时缓一下，我觉得还是好事。现在有一个最大进展就是人质的释放哈。当然，现在刚刚特别请教的老师也分析说，在变数的部分呢，包括说以色列现在要求哈马斯要解除武装，这个目前还办不到啊。那哈马斯希望以色列的退出占领区，以色列说抱歉办不到哈。那所以呢，半岛电视台就分析说啊。他说，就占领的范围来看呢，以色列目前控制加萨地区总共365平方公里当中呢，有超过80%的区域现在是被以色列控制的哈。停火生效之后，以色列军方会在24小时之内撤出155平方公里的范围。但是呢，就算撤出了以后，它仍然掌控大约有210平方公里啊，相当于还是有58%的加萨土地。那么以色列军方发言人也表示呢，
以军在每个交战地区都击败了哈马斯哈，这已经不是2年前的哈马斯了。现在以色列军队是势如破竹哈。那既然已经完全击败哈马斯，大家就想问，干嘛还要掌控将近60%的加萨土地，然后坚持我不退出这个占领的这个区域呢？文甲老师，您觉得？我觉得从一个国际战略角度来看呢，那我想也从这个以色列，它还要保留近60%的土地哦。那当然呢，就出于它的军事安全哦，然后还有一个这个能控制延续它的势力控制，然后还有谈判筹码的需求。那所以呢，我想这个再分述几个理由啊。第一个我想如果说现在哈马斯呢看起来是主力，它的主力部队是被受挫，而且是可能已经没有这个战力了嘛哈。但是呢，如果说它是要防范有些零星的一些游击的一个力量起来就像当初我觉得当初国民党不是把这个共产党不是去所谓的25000公里的一个所谓的长征嘛他们叫流窜嘛，那实际上他没有把它消灭掉，最后呢他还是做大起来嘛哈。我想从历史来看是这个一个情况，而且呢这保留它的控制区，当然可以作为一个情报点、反制基地跟它的战略防线对于你控制别人的土地，那当然你就能够置于哈马斯而不受制于哈马斯嘛哈。这第一个部分。然后第二个我讲到一个谈判的筹码因为如果说在停火跟这个和平的这个架构之下，我觉得是不是真的会达成协议那也难讲，但是他只要力量在那边，他就能够怎么样去控制，是最好的谈判，也是最好的筹码。这是第一个部分。那第三个呢，也要防止统治的真空虽然我已经把你这个拿下了，但是如果说没有部队、没有人、什么军力在里头显然一件事很真空嘛。万一他又晚上，或者是说利用这个机会把他又跑回来了那最后一个是一个象征性跟他一个国内政治的压力因为毕竟这个一定是政府或是军方，他也不愿意完全放置他的这个控制空间因为刘权可以满足右翼的势力然后呢也能够去让他们很自然而然的去拿这个控制权来，最后得到一个最好谈判跟最好的交易。所以其实这样听起来就是说，如果你手上有筹码的话，你当然不愿意一次就全部就拿，不然你下次怎么跟别人谈呢？金哥，你乐观吗？就是说现在第一阶段的暂时先停火了，能不能彻底解决加萨的问题？还有就是特别提到了人质的问题，我先想请教您，觉得乐观吗？我觉得一点都不乐观，还会继续打。你要是去了解这个哈马斯跟法塔两个比较就是意识形态的不同，你就会知道，哈马斯是主张政教合一，他跟1928年这个就是埃及教师哈萨纳巴纳所建立的这个穆斯林兄弟会有非常强固的关系。法塔呢是主张政教分离、比较世俗化的政权，所以呢，在意识形态的强硬派那是哈马斯。所以你仔细看，为什么周边的这个阿拉伯国家并没有人同情哈马斯，但是呢，他们相当支持在法塔为首的两国方案。所以说，我们要了解，法塔是法塔，哈马斯是哈马斯，这两个在意识形态差别的是很多。这个我只能讲就是哈马斯留下来是这个野火烧不尽，春风这个吹又生。他对于以色列的这个斗争的态度基本上是这个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战绵绵无绝期，那个是要打到底的。所以说，你除非把它真正的赶尽的杀绝，否则这种意识形态的东西这样留存那真的是残留。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中国大陆这个北京从来没有对于哈马斯有过任何的友善的表示，就是对他充满了戒心。为什么？因为疆独这一系列的都是所谓的回教激进主义。刚刚有个问题，就是我突然想到，我曾经问过 Russ， 他在我们节目当中，我问他说：“那哈马斯他消灭殆尽得了吗？您觉得呢？”那不可能啦，因为你今天消灭了，你可以把人的生命给杀掉，但是他只要有存在的这个，就是说，宇宙永续不绝之生命，意识形态的传承。也就是说，你今天真正要有的话，你必须有所谓的这个，人家讲说，当年这个罗马人打到北非，你知道。这个叫做是完全迦太基是整个灭族，然后把那个城，然后这个填了盐巴，把城拆掉扔到海里，让它整个在那边去消灭掉。我仔细来讲讲看，我们中华民族成长的过程之中，我们确实也让很多的部族或者说是有自己身份认同的消失过，但是那是借助于同化。
你要是真正要把人家这个坚壁清野全部的消灭，那个是真的很难做得到。真的办不到。对，那讲到人的部分因为现在我们刚刚讲说有一个大进展，就是人质的释放就是纳坦雅胡办公室也表示说，哈马斯现在仍然关押了48名以色列人质那其中他们特别去调查了一下呢，其中有20个人还活着，另外26个人已经过世还有2个人是生死未卜的。那么在哈马斯释放人质之后呢，以色列会同步的去释放250名终身被监禁的这个巴勒斯坦囚犯，还有呢就是1700名在加萨战争爆发以后被拘押的巴勒斯坦人。另外，在哈马斯这边每归还1具以色列人质的遗体，以色列也会归还15具巴勒斯坦人的遗体。可是这一点上面呢，以色列的国安部长叫做班吉维尔，他明确表示他反对这项协议理由是他认为释放恐怖分子的代价过高，对以色列来说呢是无法接受的。现在其实我们讲到中东的局势，讲到加萨这边，对，没有错，我们看到了停火的曙光出现了可是我继续请教靖哥的是说，他还是有一个矛盾的，就是我刚刚特别点到了，以色列要求哈马斯要解除武装，目前是没有下文的，做不到的。这个做不到等一下我问一下。还有就是哈马斯要求以色列退出占领区，刚刚文佳老师也分析了，那就是筹码，你现在叫我放了，怎么可能？以往这个我们要回顾历史，加萨曾经被以色列完全占领，而且他也曾经退出过。但是基于这次2年前10月份的那个恐攻，他们获取的教训就是，你光建一个这个围栏或者建立一个所谓的长城围墙也好，无论你要什么不够，你必须要建立一个缓冲地带。所以他占了一块区域这个基本上是怎么样？要建立一个缓冲地带。为什么作为将来的缓冲区？不是，这个缓冲地带是要断掉人家未来的金流。也就是说，今天他能够再来有战力，你必须有外面流入的。所以说，你今天要面对一个敌人你要分化，你要使他腐化，而且你要让他态度软化，立场要这个就是说让他的内部团结分化，然后这个呢就是要让他这个贫穷。让他去把它穷，让他没有办法建立实力。对，所以他占领这块区域它里头是包含了很多的意涵，因为那个地方是交通的孔道，他就要想办法就有更多的隔离跟检查，让这个金钱、武装、武器没有办法进去，断其金流。所以您点到一个重点，就是现在解除武装，哈马斯不愿意，就是如果今天解除武装以后，他还是可以重新武装的。如果他真的解除武装，但是就是您刚刚提到的，如果有金流、有钱，就可以买得到武器嘛。而且你要有训练，所以呢，你尽量去压缩它可以用来训练的空间。那人质释放这件事情，现在以色列国安部长是强烈反对认为说你放了这些人，等于纵虎归山了，那到时候反过来攻击我，黄老师怎么看？我要看这个执行，我刚刚也一开始我也讲执行面会不会有偏差，或者是遭遇到阻碍，因为这个也跟着其他的时程在走，跟以色列什么时候选举，跟美国明年开春以后要准备期中选举的党内初选，所以事实上整个中东地区问题的解决，为什么川普总统会把它看作这么急迫？他从上任，他从竞选期间就说他要很快结束乌克兰的问题。他上一次当总统的时候，既没有乌克兰，也没有加沙的问题，所以他这2个没有办法解决，他怎么对付美国首要的敌人，就是中共？对。那所以如果说他到了期中选举还腾不出手来，那么还是在被牵制。乌克兰让他拿不到和平奖，现在加萨和平奖也拱手让人。那后面的话，他基本上如果这2个案子结不了，他没有办法做战略移转。所以先被影响的可能是选票，是不是？后面当然，美国现在开始同情巴勒斯坦的人，又比过去更多了。所以文长老师，您觉得呢？一如这个黄老师所讲的现在。此时此刻，虽然今天拿不到这个和平奖但是他如果把这2个事情搞定，就这个乌俄战争跟所谓的加沙的走廊问题把它处理掉，那自然而然的这个部分他就有得奖。此外呢，我刚刚也这个黄老师讲也对其实他也面临一个选举而且呢，他之前选前一直夸口说一天要解决乌俄战争
哦，然后另外一个部分加沙走廊很快就要处理，但实际上时间一直在拖到最后呢，我觉得是越来越对他对不利啊。那这样恐怕是对选情也好，对他自己的政治威望也好，对盟国也好，其实都是很难交代的。对，这个跟刚刚靖哥所提到一样哈，就是说俄乌毕竟它还是同一个民族的屋漏啊，这两个地方还没解决，他委内瑞拉又放了一把火，是啊，所以啊，这个美国啊是到处心战成性啊，这个是改不掉的坏习惯了。而且坦白说，在中东地区这个地方，千年的世仇啊，其实一朝一夕就能够好好的处理的。我们先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好，回到节目现场，刚刚我们特别提到了俄乌战争啊，现在就来看到在红军城啊，最近成了这个各国关注的焦点，因为俄罗斯的夏季攻势现在已经算是接近尾声了。你看，现在我们都进入到秋天了，但现在呢，马上要看到的就是冬天的来临。好，乌军呢是成功守住了红军城啊，而且这一次呢，真的是被国际上在讨论的是呢，俄军是乌军的4倍之多的兵力，但是乌军还是把红军城给守住了。那么乌军的第25空降旅的副指挥官就表示说呢，今年的战斗非常激烈，乌军跟俄军呢是平分秋色啊，他们从地上打到天上。俄罗斯当然继续的加强兵力，那么也重新部署了第1487摩托化步兵团，发动一轮的进攻。那目前呢，在红军城这个战线这边呢，总共有16万俄军对上4万乌军啊，所以说是4倍之多。但乌克兰呢，靠着无人机战力呢，建筑出了一个3道战术防线，成功的守住了俄军的进攻啊。文佳老师，您觉得啊，因为我们其实一直在讨论红军城啊，也特别提到之前有讲到说红军城是一个很重要的枢纽，为什么4倍之多的兵力攻不下来？其实这可以显得出啊，这个兵力多并不代表一定会胜啊，因为包括几个层面，当然是后勤，还有情报，我们这样讲情报，还有精确火力跟他的这个防守的纵深哦，是一个决战的这个关键哦。是。那所谓的是我们讲这个补给跟这个后勤的脆弱，因为毕竟呢，这个打了这么久啊，你看这个乌克兰啊，有60万平方公里哦，跟台湾的16倍，你看这么大的地方。然后这兵力撒出去根本看不到人，所以我想说这个也是等于说哦，这个地方大也是这个乌克兰它的一个优势哦。那而且你看它远的话，它后级补给就比较脆弱哦，比较脆弱。第二个呢是因为乌军本身呢，它就是土生土长，它是和地形地貌跟地物，所以你有时候你要去像比如说小偷为什么去人家家比较难偷？因为呢，他不知道地形嘛，一定要去勘察的道理是这样，但是他却没有去前去勘察，因为他们已经这个重兵部署了嘛哈。然后第三个呢，其实他的这个我觉得16万部队呢，其实他如果大兵团直接的正面攻击呢，反而呢是会被防守方集中跟破坏啊。所以我们看呢，以前我们记得这个那时候中日战争哦，就提到的为什么最后日本本来3月防华，为什么没有防华？因为呢，他也想要鲸吞。那没有鲸吞的，因为地方太大。对，所以呢，他如果这次用这么大的一个部队去哦，那恐怕也会被一下就被搞掉，因为呢，毕竟人家你来，然后正面这伏击啊这些东西，造成呢你是很难去赢的。那当然还有一个部分就是乌克兰呢，他也用无人机哦，他来这个构筑这个战略的防线跟抵抗攻势哦。那当然无人机我们知道它又可以这个侦察，又可以做情报的一个部署。第二个呢，它可以协调火力打击，因为通过无人机呢来做一个协调打击。第三个呢是它的纵深的一个布置跟消耗。你看无人机来，它会消耗整个它的这个俄罗斯的一个正规部队。是。那你刚刚讲的一个分层的一个防线设计哦，其实这次乌军他用3层的防御设计，就是说不是靠一道的这个主力防线了，而是由一层一层的一个这个重层部署，这样子每一层都有自主的抵抗跟防守能力。如果你这个俄罗斯啊，你打了一层，另外一层它又继续面对这个东西，所以我觉得呢，就是能够用这几个部署呢来达到利用它的这个强力的一个这个纵深防御，还有包括配合无人机，所以呢这一场战你哪怕有16万，你也很难去打败4万的一个乌军的一个局面。我光是想那个画面就觉得很震惊哈，就是16万对上4万啊，这个4倍之多的兵力。那刚刚这个文佳老师的分析就是，你会觉得说好像是说原来红军城它并不是一个易守难攻，而是因为乌军的战术上或是战略上面奏效了，这个部分才使得它能够以寡去击众啊。
金哥又怎么看呢？我觉得这个始终啊，这个战争的变数很多，那数量呢，韩信点兵啊，多多益善。但是呢，你说兵力数量多，你的后勤的压力也很重，这是相对的，所以没有1、2、3不赔，4、5、6通吃的。对，所以你都要权衡，看你就是说你有足够的兵力来做这个。而且你看啊，这个俄罗斯最近不是前一阵子也开始又要一度征兵了哈。那现在呢，为了要在战场上面呢扭转这个局势，所以呢现在也开始强化寻求外援哦。好，这个资料上面是这样的，说乌克兰的军事媒体啊 ，Defense Express 他们就爆出说，俄罗斯的防空部队呢开始配备了中国大陆浙江繁双科技所生产的一个民用雷达啊，它的代号是 FSTH 啊 LD02，那另外一个是 LD03这个系统。好。LD03的这个系统呢，是采用数位天线阵列，那么使用的是机械方位扫描，它能够侦测到雷达截面积0.01平方公尺的目标，最大的探测距离啊可以达到15公里啊，它的距离误差是10公尺，其实是非常精准的。好，那这个 LD02的原理是相似的哈，那它的距离误差更是小，它只有5公尺。所以说，金哥，我继续请教您好，那您觉得这个俄罗斯现在被报道说用中方的雷达技术，那能够去反制。刚刚特别提到，最近俄乌双方都是开始 PK 自己的无人机哈。对于这个在反制上或攻击上来讲，它能够带来多大的帮助呢？首先，我必须要讲哦，这个我必须要批评这个乌克兰。乌克兰哦，就跟一个疯狗一样，到处乱咬。有任何人啊，什么科技产品卖给这个俄罗斯的，他就要到处去扣帽子。是，大家要搞清楚，这个浙江繁双科技基本上是中国大陆的国家级的高级企业，而且它也是保密企业。它主要的合作对象是跟反恐有关的。你去看看它的这个外文网站，它有英文、法文、西班牙文、阿拉伯文跟荷兰文，它的产品全世界在卖，而且呢，它的东西是没有列在这个输出管制的清单，而且这个东西也不是在军民两用科技的管制清单。对，因为它是保护什么？保护很多重要的历史古迹，怕被这个就是说低空的这个说宵小入侵。保护某些这个就是像那个核能电厂是火力发电厂这些安全设施，所以它是反恐的利器啊。所以呢，现在这个俄罗斯这个简直是它是反恐保安，等于说到处乱咬。我可以跟各位讲乌克兰人其实是一个讲话真的是非常不负责的国家。他曾经指控我们说是卖那个 PC 电脑。卖到俄罗斯如何如何？当年我在这个德国波昂大学开会，碰到一个乌克兰老兄，他就在那边信誓旦旦，好像我们犯了多大的罪恶。我回头问他，瓦良格是谁卖给中共的？野牛级七人团是谁卖给中共的？我说你先道歉，我再道歉。他有道歉吗？他没有，他在那边自我言他，我连问他12次，对，最后论到大家都跟他讲，你赶快回答，你赶快回答。我就跟你讲，这个民族之无耻跟下三滥，这是本民族的传统。现在等于是这么乱扣，这个双帆科技大家可以去看的，那是公开资料嘛。它有没有是输出管制，对不对？它没有输出管制。我可以跟这边坦言，就是说未来中国大陆有哪些武器还会卖？我可以跟你讲，没有，只要在管制清单的都不会卖。但是呢，这个民用科技可以用在战场上，那太多了啊。步枪可能那个枪口会进沙尘买了一个保险套把它套上去那你要指控他保险套都不可以卖这个乌克兰吗？都不可以卖俄罗斯吗？所以我们今天做这个事情真的是要讲道理才对。没错，因为顺着这个逻辑的话，其实就会看到有张冠李戴之嫌而且你有这个切身的这是无限上纲现在对，所以。现在就看到说，因为像您刚刚提到嘛，因为在战场上面，其实他们就是像最近这个报道不是也讲说，拆开来之后呢，还特别指控连台湾都在内说这个无人机里面零件还有台湾的。OK， 那根据《富比士》杂志的报道说，因为乌克兰他们又对外表示说呢，现在在乌俄的战场上面呢，除了俄罗斯的军队，在俄罗斯军队里面还看到了除了北韩以外呢，还有多达25000名的古巴人，很快就可能会加入俄罗斯军队，变成俄军的外籍佣兵那古巴呢，也因此会取代北韩，成为俄军阵中最多人数外籍士兵的国家。
英国电讯报就分析说呢，克里姆林宫另外也正在从非洲啦、拉丁美洲还有中亚来招募或者胁迫外籍人士来填补兵力上的空缺。那这些外籍士兵象征的恐怕不是只是单纯从人力来看也代表了俄罗斯、北韩、伊朗、委内瑞拉跟古巴要组成一个日益增长的军事联盟，让他们彼此可以共同的交换武器、技术，更重要的是实战经验。好，那黄老师您怎么看因为这个言之凿凿，《每日电讯报》不过我们常也看到他们的报道就是如此嘛3个层面来讲，第一个刚刚主持人也提到实战经验，北韩当初要派兵去支援俄罗斯的时候，我跟一些朋友交换意见，外国的朋友，他特别提醒我，就是说在以色列跟埃及作战的时候，北韩的空军也有去支援过埃及。是，那它背后有一个逻辑，就是说，因为它是久训不战，因为韩战打完了以后，南北韩都没有真正的交锋，所以那个部队训练两边的部队都没有实战经验，所以北韩部队因为其实他也不在乎国际的形象，所以有一部分的背景是因为他想要借由别人的战争去训练自己的部队，这是一个。第二个层次的就是这次报道出来的说是什么25000人那古巴，那它的性质跟北韩派军我觉得是不一样的。那反而古巴这种再加上一大堆其他国家的名字，我们可以上纲到说分析，哇，会有一个这个 axis of upheavals 动乱者轴心要开始背靠背变成一个同盟。其实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就是大家赚钱有只要有打仗就有杀头的生意有人做，然后呢，所以找佣兵的几率你25000古巴我不相信，但是你去说招募去找一堆这个不怕死的或想赚钱的人，去帮俄罗斯打仗，这个反而是有可能。那第3个层次，古巴政府现在自己也没有承认那所以这个新闻报道，那乌克兰也放话，那乌克兰也讲话有没有信用？刚刚我们张老师也说了，所以我觉得，反倒是如果以台湾的观众来讲的话，我觉得反倒是要看俄罗斯自己的躲避兵役跟逃兵的问题。乌克兰不也有一个国际军团吗？对不对？是啊，你知道大哥不要说二哥，都是差不多。只是看看别人，想想自己。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